今日份的行程请查收。今天我们要去婆罗浮屠和普兰巴南，现在就跟我们一起去看看吧。两个寺庙的联票的价格是一个人330人民币，但是如果你想登顶的话，还需要额外支付40块钱人民币的登顶费，包括导游和一双拖鞋。看到婆罗浮屠了，是山顶上的寺庙。走上来之后，更是感觉到非常的壮观。导游先给我们讲解了一些婆罗浮屠的历史啊、概念啊，还有佛教理念。婆罗浮屠看起来呢是像金字塔一样，下面6层是方形的基座，上面3层呢是圆形的，顶层中央有一个巨大的佛塔。验票之后才可以登顶，然后在第1层的地方换鞋。换好鞋之后，开始逐层的欣赏，台阶比较高。婆罗浮屠大概有2700多块浮雕，讲述了很多的佛教故事。佛塔取自附近河流的石头，石块之间呢是没有用水泥之类的交合的。导游给我们讲了很多佛教的典故啊和一些佛陀的手势。这些壁画据说有5公里长，但是其中很多的这个佛像都已经残缺了，真的让人很遗憾。有白色点点的是修复的新的石头。每个舍利塔里面都供奉着一座佛陀，但最上面的大舍利塔里面却是空的。相传如果你能伸手进去摸到佛像的手，就会带来好运。不过为了保护文物古迹，现在已经禁止触摸了。下面6层因为浮雕，而且每层都很高，所以你的视线是被遮挡的，也看不到上面。但是等你到了上面3层舍利塔的区域的时候，你可以很容易的从这一层看到最高处的大佛塔，所以整个视野就一下变得很开阔，整个心灵的感受也会变得很不一样，就是很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。然后导游就带着我们下去了，然后换鞋。本来出了佛塔，我们要往下走，发现这树上结这果可真大呀！婆罗浮屠是世界级的景区，里面的建筑非常的完善，一步一景。离开婆罗浮屠，我们就来到了同属于一个寺庙群的普昂寺，小小的一个佛塔，也很精致。出来之后，对面就有一个猫屎咖啡店。还别说，这猫屎闻起来真是咖啡味儿的。这估计是刚拉出来的。就是这个寺庙以前叫竹林寺，因为它就是可能1000年前周围全是竹林，但是现在的话可能就只有一棵巨大的榕树了。印尼这边开车可真够野的，这司机特别热心，开车的时候还给我讲好吃的，我真是吓死了。然后我们就到了普兰巴南，这是一个印度教的神庙群。印度教的这个建筑就跟佛教的完全不一样了，有点哥特式那感觉哈，高耸入云的。每个寺庙里头有4个方向，然后每个方向供奉着一尊他们这边的这种神物吧。也是往上走，每高一点你的视野都会变得挺不一样的。普兰巴南比起来婆罗浮屠的话，景区会更大，然后互动性会更强，就是你可以自己去参观，自由的探索，然后可以接近的地方也很多，不像婆罗浮屠那边要跟着导游，然后还限时间。在这里面走一走的话，感觉真的和在远观或者是看照片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当你置身其中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这些建筑有多么的宏伟，然后自己是多么的渺小。普兰巴南的浮雕就没有婆罗浮屠那边那么精美，但景区是非常大的，所以我们参观了第1个寺庙群之后，租了自行车，骑车去第2个和第3个寺庙群。一路上的景色也是挺美的，绿树成荫，然后你置身其中的话，就会觉得很舒服。它是主寺庙了，这个就是它的，你看这个长，
庙多，但是每个都不大。现在我们在普兰巴南的第2个寺庙群，叫塞乌寺。可以看到它现在很多都是废墟了。以前据说这边有224个寺庙，但是超过一半的都已经损毁了，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现在还可以看到。这门口的这2个圆滚滚的印度佛像，就可以看到它们还是蛮可爱的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4月初的话，现在还是印尼的雨季，是雨季的最后，所以的话，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其实是有点下雨了。这个天气是非常多变的，刚刚还是晴空万里，然后一下来了片云，然后呼哗哗打了半天雷就下雨了。过了一会儿的话，可能雨停了，又是晴天。但是我们的心情还是非常美好的，就是大家可以看到，我觉得能有这样的荣幸可以来到文化古迹。真的是一种历史文化遗产感觉。虽然我不是印度教的信徒，我也没有一个官方的信仰，但是我来这种地方，我都会感觉到一种震撼。所以我是觉得大家有机会还是要多出来旅游，多出来见见的。这个景色真的很不错。可能你在这个相机里面不会感觉到它有多大，但是如果你能跟我一起走进它的话，你会发现它的这个所有的雕像都很宏伟。然后你就会情不自禁的去好奇，1000多年前的人，他们那会儿科技不发达，是怎么能建出来这么宏伟的建筑的呢？我不知道，我唯一能确定的就是他们的信仰之力真的很强大。